在中国山西千米悬崖之上，竟藏着一个如鸟巢般镶嵌在峭壁间的空中村落，名叫悬空村。这里云雾缭绕，深渊在下，出门需走崖木栈道，稍有不慎便可能坠入万丈深渊。然而更令人惊讶的是，村中居民竟是明朝皇室的后人，而且是崇祯皇帝的直系血脉。他们究竟为何隐居于此？是为了避祸，还是另有隐情？传说中这里还埋藏着奇珍异宝，真相究竟如何？本期视频跟随眼见古今，我们去一探究竟。为了探求悬空村的人文真相，我们组织了几位专家、科考人员和摄制组一起共赴大山深处，对这个奇特的地方进行深入的调查。我们一行人根据地理定位，来到了山西省北部的管岑山腹地。这里距离山西省宁武县城30多千米，这里山势险峻，丘壑纵横。我们的车队在山路中颠簸前行了几个小时后，终于到达了悬空村所在地。从山脚下抬头望去，你绝对会被眼前的景象吓一跳。只见几十间木楼像是被钉在垂直的崖壁上的，最陡的地方，房屋的地基直接凿在岩石里，后半截的部分则挂在半空当中，前半截则是靠着木柱来支撑。一名当地人告诉我们，这叫做房贴崖，崖托房。要进这个村可不容易，得先闯3关。第一关是天梯，这是一段嵌在岩壁上的石阶，窄到只能容纳一人侧身通过。第二关是悬空栈道，是用原木铺成的小路，木头已经被行人踩得发亮。第3关则是穿云洞，洞内有天然的石缝，但空间却很拥挤，犹如过隧道一样。我们进村就用了2个多小时，这里的几十户人家悬在半空上，屋顶的炊烟顺着崖壁往上飘，和云雾缠在一起，仿佛走进了《山海经》里的神仙居所一般，又像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所描绘的那种世外桃源。看着眼前这般景象，您肯定会纳闷，村民平时吃的粮食、喝的水从哪里而来呢？当我们站在悬空村的木栈道上往下看，云雾像流水似的从脚下淌过，可村民们却在这空中活得有滋有味。在村口，有位老大爷正蹲在门槛上抽旱烟，村民姓王，以下简称王老汉。我们上前向他打招呼，并且向他请教村民们的生活方式。王老汉告诉我们，原来他们把悬崖上仅有的几块凹地改成了挂壁梯田，用石头垒起田埂，再从山下背来泥土填上。种的最多的是土豆和玉米，这些农作物耐旱，好养活，成熟了直接从地里挖出来，不用费力气运输。要是想吃点新鲜的，就把竹篮拴在绳子上，从悬崖上掉下去，采摘半山腰野生的核桃和山杏。至于喝水，村子上方的崖壁有个天然石缝，常年渗着泉水，并且村里还有几个泉眼，不仅水质清澈，而且清甜可口。村民们还用掏空的树干做了引水渠，让泉水顺着木头流进村里的蓄水池。王老汉还说，喝了能活很大岁数，村里80岁以上的老人有10几个，最大的92岁还能上山拾柴。但当我们问起村里的历史时，他吧嗒着烟斗说了句祖上来得早，就再也不肯多言，眼神飘向远处的悬崖，像在提防什么。暮色渐浓，吊桥在风中轻轻摇晃，远处的天泉泛着微光。我们望着那些紧闭的木门，突然意识到，这些藏在服饰、方言和建筑里的细节绝不是巧合。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悬空村的前世今生，我们得知在村长的家中有一本悬空村村民的族谱，那本族谱里到底蕴藏着哪些秘密呢？为什么这些村民放着平地不住，非要把家安在悬崖上呢？我们来到了村长家，希望了解关于悬空村的前世今生。村长是一位年过70的老人，他热情地招待了我们。当他得知我们是一支专业的科考团后，便主动拿出了一本泛黄的族谱。只见他翻开第1页，上面赫然写着朱字。老人接着讲道，我们的祖上是来自明朝末代皇帝崇祯的远房亲戚。听到这个话，我们对这个村子更加好奇，意思是悬空村的村民来头不小，竟然都是明朝皇室的后人。村长继续说道，大概是在明末，当时李自成率领反军向明朝首都方向进发，来到山西时，奉命守城的总兵周玉吉率众奋力抵抗，但最终难以抵挡李自成军队。周玉吉等人战死后，李自成军队顺势直捣北京城。
明王朝大厦将倾，崇祯皇帝见大势已去，便准备上吊自缢。他下令让自己的家眷趁乱出逃，保住皇族的血脉。李自成等人攻入皇宫时，发现崇祯皇帝已经吊死在眉山的一棵老歪脖子树上，明朝也因此灭亡了。皇帝死了，那皇室宗亲自然就变成了李自成追杀的目标。其中，崇祯皇帝的第4个儿子朱慈照携带了大量的金银珠宝逃亡，他准备用这笔财富复国。这位年仅17岁的皇室后裔，在众人的护送下东躲西藏。那时谁也想不到，这场逃亡会持续很多年。清军入关后，发布了剃发令，紧接着也是对前明宗室的追杀。史料记载，清朝统治者皇太极和顺治时期，就有近1000名朱氏宗亲被斩首。当时，朱慈照带着族人不敢走官道，只能钻密林、躲山洞，夜里靠星星辨方向，白天用草木遮身形。有次在湖南境内，他们躲在崖洞里，听着清军的马蹄声从洞外经过，怀里的玉印被体温捂得发烫，那是朱元璋亲手传给唐王的信物，印钮上的龙纹和村口石雕如出一辙。逃亡的第8年，队伍从最初的30多人减到只剩7个。那天暴雨倾盆，他们误打误撞闯进了管岑山一带，走着走着才察觉自己来到了悬崖上。与朱慈照同行的堂弟朱和熙懂风水堪舆术，他盯着这里的自然地貌看了半晌，突然跪倒在地说：“天不绝我朱家。”后来他们在岩壁上发现了一个天然凹洞，洞口被藤蔓遮掩，洞里竟能容下10余人。更关键的是，从凹洞往外望，整座山谷呈9龙朝凤之势，这在明代皇陵堪舆术中是顶级的风水宝地。朱慈照摸着洞壁上湿润的岩石，突然明白最危险的地方或许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于是他们打算在此地定居下来。朱慈照一行人花了3年时间，在凹洞周围凿石架木，建起了第一座吊脚楼。为了隐藏身份，他们对外改称姓何，把龙纹玉印裹进油布，藏进了附近瀑布下的深潭，那地方水流湍急，常人根本不敢靠近。村里的老人至今还会唱一首童谣：水打岩，龙在眠，1000年后遇晴天。说的就是这段往事。村长翻着那本残缺的族谱，泛黄的宣纸上，最早的记载是因延续家族香火，赵公携眷居此地，后面的字迹被重铸得模糊不清，但南阳、唐等字眼依然可辨。最让人震惊的是，族谱里所有男性的名字都严格遵循着朱元璋定下的辈分排行：何、成、李、治。这在明代只有皇室宗亲才能使用。村长指着自家木楼的横梁说：“我爷爷说，当年建村时，每根房梁都要刻上龙纹，再用木板盖住，就像给龙穿了件外衣。”此时果然还能在连接处看到隐约的刻痕。我们继续追问村长，那位4皇子朱慈照后来的归宿。村长说：“我记得祖上流传说，4皇子朱慈照在此地安居下来之后，他还对未来复国抱有期望，甚至还不忘命人用石头修建一块平地，用作平日练兵的地方，还不间断地派人到山下去打听局势。当他得知清王朝国力鼎盛时，他感觉到心灰意冷，觉得复国无望，便跑到悬崖顶峰的普应寺出家当了和尚。”村长还补充道，朱慈照遁入空门后，还成为了普应寺的住持。后来他作化之后，肉身被塑成了泥像，如今寺内还传说供奉着他的一颗头颅骨。这段传奇的经历引起了我们的极大兴趣，于是我们按照村长提供的路线，准备去悬崖顶峰的普应寺内一探究竟。我们总共攀爬了1个多小时的山路，遇到了一座陡峭的天梯，才发现真正难走的路才刚刚开始。但为了考证事情的真相，我们依然勇往直前地向上攀爬，还途经了更加陡峭的石阶。不过幸好能工巧匠们设置了锁链，让我们能够抓着锁链向上攀爬，安全也得到了保障。历经半天的攀爬，我们终于来到了山顶的普应寺。这座寺庙坐落于海拔2400多米高的山顶。当我们看到寺庙的大门时，感到十分兴奋。难道4皇子朱慈照真的在这里出家并圆寂了吗？在这里，我们见到了修行18年的妙法法师，据说法师还负责看护朱慈照的头颅骨。妙法法师见我们未探真相，不惧艰辛地攀登山顶，
带着我们去看朱慈照的圆寂处的宝塔，还首次对外公开了传说中朱慈照的头颅骨。只见头颅骨被层层红布包裹着，当法师拨开最后包裹的黄纸，我们才看到一个头颅骨。妙法法师说，寺院对于这颗头颅骨的看护极为严苛，一般是不轻易示人的。今天破例对外展示，完全是被我们的虔诚造访所感动。但这块头颅骨究竟是不是朱慈照遗留下来的呢？现在已经无法进行了考证了。但我们不禁感叹道，悬空村的由来真是一段传奇。不过，悬空村内是否真的如传说那样埋藏着奇珍异宝藏呢？月光照崖洞，金银县九冈。在悬空村，只要问起宝藏，老人总会念叨这句民谣，像念咒语似的。但不管我们怎么再向村长追问下去时，他便会沉默不语。大概那是几代人留下的默契，有些话烂在肚子里也不能说。村里一直流传着一个说法，祖先在悬崖深处找了一个隐秘的地点，把财宝埋在了那里，只有朱家血脉才能找到。宝藏的传说像一根线串起了悬空村的历史。这隐秘地点到底在哪儿？村里没人说得清。有人说在瀑布后面的石缝里，有人说在栈道尽头的暗河下。据说过去有村民真的在悬崖下捡到过一枚锈迹斑斑的铜钱，上面刻着崇祯通宝，这给传说添了几分可信度。不过传说还是引来了不少寻宝人。据村民相传，在抗战的时候，有个姓黄的军官带着1个连的兵来寻宝，把村子翻了个底朝天，最后啥也没捞着，倒是把西崖的石窟炸塌了一半。村民指向西边的悬崖示意我们看，我们发现那里确实有片发黑的岩壁，形状像被硬生生啃掉一块。西崖一直是村里的禁地，从村子往那走要过3座吊桥，其中一座的木板上还留着弹孔，据说是当年黄军官的兵用枪打出来的。我们走到崖边才发现，这里的岩壁上布满了大小不一的石窟，大的能容下10几人，小的只够塞进一个箩筐。最奇特的是月牙窟，洞口呈弧形，每年秋分前后，满月的光会刚好照进窟底，在石壁上投出一道银亮的光斑。关于宝藏具体是什么的线索，在村民口中也像碎片一样散落。有人说藏的是唐王府的金砖，当年用18匹骡子才运到山下；有人说是朱元璋的龙袍，用金线绣的，泡在油缸里能保存几百年；还有人说根本不是金银，而是一本《永乐大典》的孤本，藏在掏空的楠木柱里。但是即使是这样，悬空村曾引来一波又一波危险的探险者。据村民们回忆说，上世纪90年代有个地质队来考察，借口说测岩层，在西崖钻了10几个孔。村民们轮流守在崖边，夜里就举着火把坐在吊桥上，不让他们靠近月牙窟。最后地质队走的时候，队长撂下一句不明所以的话，这崖里确实有空洞，大的能装下一辆卡车。2003年那次，一个自称朱氏后裔的上海人拿着一本手抄家谱找到村里，说上面记载着宝藏藏在水眼里。水眼就是村民取水的石窝，他雇了人来抽水，抽了3天3夜。眼看水眼好不容易见底了，露出了一些碎陶片和几根锈铁钉，于是他准备下到水眼里查看，但此时却突然天降暴雨，山洪把抽水机都冲下了崖。村里人说那是天意，是老祖宗在护着东西。2015年，一个户外主播带着团队来探险，装备齐全，有无人机、探地雷达，甚至还有洛阳铲。他们在村里住了半个月，每天往崖上跑，把月牙窟的石壁敲得咚咚响。有天夜里，他们偷偷用炸药炸了个小石窟，结果引发了小规模的塌方，碎石把进村的栈道堵了3天。村民们没骂也没打，只是坐在村口的老柏树下，谁也不说话。主播团队第2天一早就灰溜溜地走了，据说回去后删光了所有视频。我们在村里转了几天，发现个有意思的现象，村民们虽然忌讳谈宝藏具体藏匿的地方，但家家户户的屋檐下都挂着一样的东西，一个用红绳系着的小布袋，里面装着几块黑色的碎石。村民说这是镇宅石，从西崖的石窟里捡来的。我奶奶说这石头里有火气，能挡住不该来的人。有天傍晚，我们蹲在月牙窟前，看着月光在石壁上慢慢移动，光斑扫过的地方
有块岩石的颜色比别处深，用手一摸，竟然是温的。突然想起村民们说过的话，宝藏藏在哪，只有守宝人知道。村里确实有个说法，每代都有一个守宝人，活着的时候不说，临死前才把秘密传给下一代。那现在的守宝人是谁呢？没人知道。是那个总在西崖转悠的采药人吗？或者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宝藏，这一切只是村民们为了守护家园编出的故事。月光一过石窟的洞口，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崖下的风呜呜的响，像有人在低声说话。那些铁链锁过的痕迹，那些被敲打的石壁，那些世代相传的禁忌，到底是为了守护一个真实的宝藏，还是为了守住一个不能说的谎言？这悬崖深处的秘密究竟藏在石缝里，还是在村民的心里？为了考证这个事情是杜撰还是真实存在的，我们踏上了一条寻宝的道路。碰巧村内一位老人主动找到我们，称他知道一些线索。老人说，在悬空村东北方的山谷中有一个神奇的山洞，流传那里埋藏着珍宝，大概距离10余千里。得知这一消息，我们全体工作人员都很兴奋，于是大家便按照老人的指示，驱车寻找这个神秘山洞的所在处，去一探究竟。在老人的带领下，我们终于来到了位于悬空村东侧的山谷中，并且找到了那个洞穴。只是刚到洞口，我们便感觉到一丝寒意，幸好这里已经被开发为一个参观景点，有专业的工作人员在此地驻守和管理。工作人员给我们每个人发放了防寒的外套。进入洞中，我们便看到洞穴里满是天然凝结而成的各种形态冰晶，不禁让人感叹大自然鬼斧神工的造化。经过开发后，这里还有楼梯和扶手，而且深达100米，但至今还没有探到洞底。我们随行的专家分析说，眼前的这些冰晶已经很古老了，可能有成百上千年的历史。在洞内五彩灯光的照耀下，这些冰晶色彩斑斓，看起来十分的漂亮。这一瞬间，仿佛时间也被冻住在这寒冷的空气里一样。其实悬空村的村民世世代代都知道这个冰洞的存在，但数百年来，村民对这个冰洞的存在都感到十分的敬畏，从不轻易进入洞中，也不随意向外人透露冰洞的位置。难道是他们有意守护什么秘密吗？洞中是否真的藏匿着宝物？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继续深入到洞里探查着。然而当我们不断往下深入的时候，我们被眼前的禁止前行告示牌挡住了去路。原来我们已经走到了尽头。这一路上，我们只发现大量的天然冰块，并没有发现任何关于宝藏的蛛丝马迹。如果真有金银财宝，说不定已经在该洞穴被开发的时候就被人找到了。显然，这只是一个美好的幻想而已。我们团队中一位来自中科院的地质研究员仔细检查了洞中的冰块，他认为这个洞穴自从形成以来，肯定一直拥有大量的水分。这让我们想起在前往洞穴的路上，我们看到路边植被，虽然在地表上难以见到水的踪迹，在地下却从不缺少水分。正是这大量的地下水造就了眼前这个冰清玉洁的世界。同时，在我们团队前几日在悬空村里考察的时候，村里有大量的清洁泉水，可以说明这里才是村里水资源的来源地。当我们离开了洞穴，重新回到悬空村中时，我们便再次前往村民们赖以生存的几个泉眼，发现村民们将泉眼视为珍贵的存在。跟随着一位村民的脚步，我们来到了水井处，发现村民还专门建立不同的房子来进行保护。在这位村民的口中，我们得知全村人世代对这些水井都非常的珍视，还专门有人轮流看守并管理着水井，像守护着宝贝一样。这也是悬空村水质纯净的缘故。此时他告诉了我们一个猝不及防的事情，他说所谓藏宝洞中的宝贝，其实就是水质清洁的水源。当遇到山中枯水期时，村民们会来到冰洞里凿冰来作为饮用水，因此当地人世世代代都保护着这个神奇的洞穴，才会视之为宝藏。对他们来说，冰洞是他们的生命之泉，在他们心里，守护这里比找到真金白银更重要。但宝藏的真相究竟如何，我们也没法得出结论了。或许是村民想守护他们世代的秘密不愿透露，又或许真像村民说的那样。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尊重这方土地和人民。不过在近些年来，
坊间流传着悬空村即将变成空村的传闻，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悬空村的未来又将何去何从？手机信号塔的钢筋骨架是近些年刺破这片悬崖云雾的第一样现代物件。它立在离村子3公里的山头上，红色的信号灯闪得格外扎眼，像给这片古老的绝壁钉了枚金属纽扣。村民和老汉说以前多好，下雨听雨声，晴天听鸟叫。他蹲在自家吊脚楼前，用竹刀削着木楔子。他的手指关节粗大，指甲缝里嵌着永远洗不掉的盐灰。这双手年轻时能在天梯上背200斤柴火，如今却连手机屏幕都按不利索。去年村里通了4G，在外打工的孙子给他买了智能手机，可他只会用前置摄像头，每次跟孙子视频都把手机倒过来看，说这样你们就像站在崖下跟我说话。引起悬空村的变化是从2017年开始的。那年夏天连续下了半个月暴雨，东崖的3座木楼地基被冲松，其中1座半夜塌了半边，差点砸到屋里的人。地质队来勘察后，在报告里写下极高危区域，岩壁风化严重，随时可能发生崩塌，占到木桩腐朽率超过 60%， 承载力不足原来的1/3。县政府随后提出搬迁计划，在山脚下的集镇建了新社区，水电网齐全，房子刷得雪白。可搬迁通知贴出来那天，村里的老人们全聚到了祠堂。村长把那本残缺的族谱往供桌上一放，声音抖得厉害。他说祖祖辈辈守了300多年，这一走龙就真的飞了。他的话戳中了所有人的痛处。对村民来说，这悬崖不是地理概念，是刻着猪字的血脉坐标。但现实的困境像崖上的藤蔓，越缠越紧。村里的小学10年前就撤了，孩子们要想上学，得每天凌晨4点起床，跟着大人爬2小时山路到镇上去。老人们都说祖祖辈辈埋在崖壁上的土里，挪了地方，魂就散了。年轻的村民却盼着搬迁，他们认为孩子上学不用走天梯，生病能及时送医院，有啥不好呢？现在村里1半的人搬去了新村，另1半还守在老房子里。搬下去的人家颇有经济头脑，他们把老房改成了农家乐，周末接待游客，既能赚钱，又能时常回来看一眼。没搬的老人每天还是坐在门口的石阶上，看着云雾发呆，手里抹撒着祖传的旧物件。有人说搬迁是早晚的事，悬空村迟早会变成空村。也有人说只要还有人记得这里的故事，村子就不算消失。去年村里的老木匠朱大爷带着年轻人用传统手艺修好了栈道。他说修的不是路，是念想。村里的老人们还有个奇怪的习俗，每年3月19是崇祯忌日，家家户户都要在门槛上摆1碗清水。这种仪式在明代皇室中叫司君礼，本是藩王必须遵守的规矩，却被他们带到了这悬崖之上。对于老人们来说，悬空村不仅是他们的出生地，还是他们落叶归根的地方。这里不仅有祖上的传奇故事，更有难以割舍的家族情怀。老一辈的村民们甚至还保留着一些皇室习惯，比如他们吃饭的时候，桌子要摆成正方形，据说这是象征着天圆地方。过年的时候要挂红色灯笼，他们认为红色是明朝皇室的吉祥色。对于他们来说，传承家族便是他们活着的意义所在。悬空村的故事是一段家族的传奇，这里的每一块木头，每一级石阶都藏着2个字：活着。明代皇室后裔的身份是活下去的底气，悬崖上的田和水是活下去的智慧，宝藏的传说是活下去的念想。尽管挂在悬崖上的村子如今正面临着发展的考验，但这里发生的故事将永远激励着后人在艰难环境中创造奇迹。好了，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我们下一次再探奇闻秘境。关于悬空村，如果你有任何想法，或者知道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